听说就是他拆了佛寺，还砸了金身。听闻西方教派了18罗汉去捉拿他，都被他伤了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一个无根无凭的散仙，竟敢与佛门为敌。陆凡，你可知罪？罪？我何罪之有？诸位仙友，陆凡此僚在10年前毁我西方教在南赡部洲的数座寺庙，辱我佛门金身，罪孽深重。我佛慈悲，念其修行不易，只将其镇压在灵山脚下，令其日夜听诵佛经，望其能悔过自新。谁料10年期满，此僚非但不知感恩，反而心生怨恨，毁我佛寺7座，打伤我教护法罗汉，心性已然成魔，若不加以严惩，必为3界大患。今日请上斩仙台，便是要斩其仙根，灭其神魂，以儆效尤。哼！你们镇压我10年，以魔音贯耳，今日却在这儿冠冕堂皇的言说，我陆凡宁碎不弯。你等行径与邪魔无异，我心向正道，为何向你这邪魔屈服？妖言惑众，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我佛，冥顽不灵，当诛！心向正道，绝不屈服。这话说的，让西方教那帮人连往哪儿搁呀？说得好，这小子的狂傲对俺老孙的胃口。什么狗屁慈悲，俺老孙当年就没信过。却是条好汉，骨头比某些人的经文硬多了。菩萨息怒，陆凡仙友虽有冲动之举，但言语间颇有风骨，不似大奸大恶之辈，灭其神魂是否太过了些？此缘心性已魔，若只是废其修为，难保他不会转修魔功，为祸一方。3界安危，岂能儿戏？诸位仙家既认为他过往清白，那今日也让诸位看个清楚，看此人究竟是正是邪。传地府阎罗王上殿。小王参见玉帝，见过诸位上仙菩萨。阎王，你且用夜报水镜，将陆凡的过往经历公之于众，让大家看看他为了修成这地道仙果，手上是否干净。哼，好一个釜底抽薪！凡人修仙难如登天，哪个不是腥风血雨杀过来的？人生编辑系统激活，宿主可自由编辑自己的人生经历。穿越300年，系统终于来了。这群人要看我人生经历，这不撞枪口上了吗？系统，开始编辑人生经历。啊！履历编辑开始，请宿主选择切入时间点与事件。规则1：编辑内容不可与真实历史产生直接冲突。规则2：编辑内容无法直接为宿主提供修为或法宝。就是你了，美猴王独战胜佛，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既然不能改变真实历史，那我就编点野史。至于多野，可就是我说了算了。这看不出是什么奸恶之辈呀。是啊，生于贫寒，却知孝弟，品性纯良，莫非其中真有什么隐情？阿弥陀佛。世间并无生来便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正因如此，我佛
才讲究教化。菩萨此言有理，可既然讲究教化，为何不继续教化他，反而要将其送上斩仙台，取他性命呢？我佛已给过他机会，奈何他魔根深重，不领慈悲呀。既然教化无用，那以雷霆手段除去此魔，亦是造福三界的大慈悲呀。爹娘啊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家里的粮食怕是撑不到下个月了。凡儿，今天我跟你娘路过一座怪山，朝山脚下瞥了一眼，你猜我们看见了什么？一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还会说人话。我们听那猴子一直喊饿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，看得人心里难受，所以我们合计着把家里的粮食匀一些出来，给他送过去。猴子，看水镜啊，都看俺老孙做甚？俺老孙脸上又没长花。阎王，继续。爹娘，我们自己都快没得吃了，真的要把粮食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猴子吗？凡儿，我们人穷，心不能穷。明明能搭把手，却怕吃亏，转身走开，那与禽兽有什么分别？帮人一把，求的不是回报，求的是自己心里能过得去。那个猴子，不管他是精是怪，他喊饿，我们就不能当没听见。这陆凡的父母，倒是真正的良善之人。是啊，生于乱世，能守住这份本心，实属不易呀。正因如此，才更说明此寮罪无可恕。有如此淳朴善良的父母，可陆凡却还是长成了一个毁寺灭佛的狂徒。这说明其天性本恶，若不根除，必成大患呐。猴哥，这水镜里的人，你当真认得？哎，怎么是你这呆子？不好好享清福，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哎呀，猴哥，快松手！老猪好歹也是个菩萨呀！当年就只有一个牧童给俺摘过几个桃子，至于这什么陆凡，还有他爹娘，俺老孙无甚印象。阎王，继续吧。都小心着点儿，这片地界不太平，平日里多有强盗出没，据说林子深处还有妖魔啊！爹，我们村子东头不是有一座寺庙吗？里面有很多和尚，他们难道不出来为民除害吗？唉，那些和尚，他们只会待在庙里吃斋念佛。村里的李大叔，他家的孩子被山里的狼妖叼走了，去庙里磕头求那些大师傅出手降妖。可你知道那些和尚怎么说？他们说，降妖除魔有伤天和，除非李大叔能捐出300斤粮食作为香火钱，他们才能为他念经祈福，感化那头狼妖。狼妖也能被感化吗？谁知道呢？那些在路上抢劫客商的强盗，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给庙里捐香火，这哪里是度化，分明是买卖。昔日取经路上，那个金池长老不也是跟黑熊精勾结，为了图谋袈裟，不惜杀人放火吗？这陆凡倒是与俺老孙的经历有几分相似。一派胡言！寺庙接受香火供奉，乃是天经地义。若无香火钱，僧人如何潜心修行？此子魔根深重，不可度化。爹娘，等我长大了，要学一身好本领，做个行侠仗义的大侠，打坏人，除妖魔。我要让这天底下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好人。说得好，有志气。说得好，这小子对我胃口。快跑！
原是因为这些强盗，俺老孙才没见过他们一家人。斗战胜佛，往事已矣，如今已正得佛陀果位，何必为这过去之幻象动了嗔怒之心？还望早日放下，方得自在。好一个过往云烟，好一个心生执念。经念，你要跟我讲佛理，俺老孙今日便与你说上一说。俺老孙且问你，何为放下？放下，便是看破虚妄，不为外物所扰，不为执念所困。哦，那俺老孙再问你，陆凡一家碰着活命的粮食，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猴子，是真是妄？是真。那伙强盗拦路抢劫，伤人性命，是真是妄？是真。既都是真，善恶不分，与妖物何异？佛是觉悟真理的觉者，不是断绝一切的魔头。你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，还敢在俺老孙面前卖弄佛法？圣佛佛法高深，小僧受教了。圣佛方才所言，是为那一家凡人的善意鸣不平，小僧感同身受，但是非曲直，还请看下去，自有分晓。阎王，继续。当家的，快带凡儿走！凡儿，快跑！凡儿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出来，等天黑强盗走了，你再回家。以后一个人，千万照顾好自己。娘，你要做什么？爹，娘，我对天起誓，那些害死你们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放下屠刀，方能立地成佛。若能在此刻放下仇恨，将来未必不能有一番成就。可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堕入魔道，与我佛门为敌。若不让其形神俱灭，三界难安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我爹娘被杀，不食荒野，你让我放下？满口的慈悲度化，强盗杀人是佛在哪儿？我爹娘惨死时，佛又在哪儿？只要我陆凡还有一口气在，这仇我就报定了。杀我父母者，我必杀之；包庇凶徒者，我必灭其满门。此僚当真罪该万死。陆凡仙友，你方才说有人包庇杀你父母的凶手，此话怎讲？其中莫非另有隐情？哼，我父母死后，我远渡重洋，拜入一处散修洞府，苦学仙法10年，拜了修成人仙。第一件事便是将当年那伙强盗一个个揪出来，砍下他们的脑袋，祭奠我父母的在天之灵。只可惜那伙强盗的头子提前得了风声跑了，你们猜他跑去了哪里？他跑到了寺庙里剃发皈依。
寺庙里的住持竟然真的收下了他。我提剑上门，要他们交出凶手，他们却拦在山门前，说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呸！我爹娘惨死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不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？那群秃驴结成阵法，护住那个杀人凶手，说我在造杀业，要度化我。打散了他们的阵法，砍下了那独眼龙的脑袋。可我没想到，打了小的，来了老的。犀牛贺州的罗汉亲将说我杀性太重，要镇压我100年，我便与他们斗了起来。我杀了罗汉，他们便来了菩萨；我伤了菩萨，他们便来了更多佛陀。我陆凡烂命一条，死则死矣。他们要杀我，我便杀回去。直到最后，我战至力竭，才被这些歹人擒住。一派胡言！你这一路杀法，毁我西方教在犀牛贺州的寺庙上百座，杀我佛门弟子数千之众。你犯下如此滔天杀业，还敢在此狡辩？上百座寺庙，数千僧侣，我的个天爷！这小子在佛教大本营里杀了个七进七出啊！佛祖居然没一巴掌拍死他！哼，陆凡，你因一己私仇，屠戮数千生灵，铁证如山。临死之前，你可有悔意？我陆凡无愧天地，为何要后悔？我只恨自己没能掀了你们大灵隐寺，只恨自己杀得太少，没能让你们这群秃驴下地狱见我爹娘。我陆凡此生无悔，要杀便杀。哦，这小子比俺老孙当年还狠。哎，这事儿不好办了呀。猴哥，这小子犯的事太大了，咱们……哼，怕什么？他杀的又不是什么好人。要我说，杀得好。哎，杀的是痛快，可命也要没了。等会儿看情况，要是真下令斩了，咱们3个一起去求个情，别让这小子真实性俱灭了。陆凡，我等今日聚于此，是为了公审你的罪孽，不是为了胡乱给你扣个罪名。阎王，继续放。我要让3界众生都看个清楚，此辽究竟是在何处，与哪个邪魔外道学的这一身伤天害理的道法？那妖猴神通广大，一人一棍，打得10万天兵丢盔弃甲，哭爹喊娘，打得南天门紧闭，无人敢出。最后还是西天如来佛祖出手，才将这破猴压住。诸位看官，这便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做人呐，切莫学那孙悟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终究要自食恶果。是啊是啊，这猴子就是不知好歹，放着好好的神仙不做，非要去闹天宫，活该被压。说到底还是个妖精，就该如此下场。是天庭待他不薄，他却不知感恩，反而要抢玉帝的宝座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你们说的不对，孙悟空没错。小叫花子，你懂个屁！那孙悟空藐视天威，难道无错？藐视天威？那天威又何曾正眼看过他？他生来是石猴，靠自己苦修一身本事，何错之有？封他做弼马温，这是招安还是羞辱？他打上凌霄宝殿，要的不是那个宝座，他要的只是一个公道。说得好。圣佛当年确有行差踏错之处，然圣佛后皈依我佛，护送圣僧西行，正得佛陀果位，是为3界浪子回头的典范。可此辽陆凡学的又是什么？他只知一味的杀戮，堕入魔道而不自知，将圣佛的事迹当作行凶的借口，
这是在玷污圣佛回头向善的功德。菩萨还真是巧舌如簧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。你也不用在这里跟俺老孙阴阳怪气，俺老孙走的是俺老孙的路，他走的是他的路。俺老孙也想知道，这小子听完了俺老孙的故事，究竟去哪里学了这一身本事？哦，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你们会说人话？我们生在这山上，饮泉水，吃鲜果，天长日久，自然就通了人性。哼，我们见过许多人类，他们只会用陷阱抓我们，用弓箭射我们。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既然你们是此山精怪，想必对这东胜神州的仙家之事有所了解。我问你们，这附近可有什么仙山洞府，隐世神仙？那这山上可曾有过什么神通广大的妖王？我们以前是有一位大王，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名为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有大王在的时候，是我们花果山最风光的日子。只可惜，后来大王被西天的佛祖镇压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好吧，我再到别处去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陆凡为何一直与孙悟空的因果攀扯？尝尝，来喝一口，这是玉帝老儿私藏的万年仙酿，劲儿大，管够。多谢大圣。俺老孙不喜欢欠人人情，当年那顿饭俺老孙没吃上，但你那份心意俺老孙记下了。还有你刚才在茶馆里说的那番话，说的不错，很对俺老孙的胃口。从我记事起，大圣便是我追寻的背影。我不过是想学当年的您一样，活个快意恩仇，念头通达。哦，好小子，有你这句话，今天这顿酒就没白喝。猴哥，你这也太乱来了！万一惹恼了那边，通到佛祖那里去，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可惜了，要是500年前认识的这小子，俺老孙定要与他结拜。哎，等他入了轮回，俺老孙亲自去地府打个招呼，给他寻个好人家，点他一点仙缘，下一世定要与他痛饮300杯。三太子，等会儿那帮秃驴肯定要判他个形神俱灭，到时候你帮着说2句话啊，保他一个轮回的机会。不用你说，这小子对我脾气，我保定了。想要说服这帮固执的秃驴，光靠打杀没有用，要想从道理上压倒他们，还得请一尊真正的大佛出山。师傅如今是旃檀功德佛，果未在西天说得上话。若是师傅出动，那小子就能多一分生机。师傅，悟空，为师已知晓你的来意，等候你多时了。若你想保住陆凡的性命，为师帮不了你。哦，师傅，这是为何？阿弥陀佛。
悟空，你可知他为何会杀那么多人？自然是为了报仇，为了心中那口恶气。是也不是？仇恨是因，杀戮是果，可从因到果期间还隔着一样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是苦，是他父母惨死，流落街头，求仙问道而不得的苦。正是这些无人度化的苦，才让仇恨的种子长成了滔天的杀业。师傅，俺老孙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俺只知道那小子没做错，换作是俺，只会比他杀得更多，闹得更凶。为师知道你心中有不平，此事也确有不妥之处。那师傅，你既也觉得不妥，为何却不愿出手相助？非议，去是自然要去的，只是为师去了，也并非是要保下他的性命，是为他求一个真正放下仇恨、解脱苦难的法。好，有师傅这句话，俺老孙就放心了。悟空，切莫冲动，凡事等为师到了再说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够了，此聊过往经历，多与圣佛有牵连，是非对错暂且不论。阎王直接用水镜调制他拜师学艺之时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何方邪魔教出了这等孽障。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，师傅。这是何地？怎的之前从未听过？莫不是哪位避世不出的仙人伏敌？我自与博闻强识，可对于灵台方寸山，居然是闻所未闻。我这些年谨记师傅的教诲，无论发生何事，都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真正的师承来历。可现在这夜报水晶怎么会照出这个地方？难道说……不，这不可能！猴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可从未见过你如此失态的样子。斜月三星洞，这是道号还是某种暗语？数年，从一个毫无根基的凡人修成地仙，哎呦，这个速度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了些。啊！天地灵气日渐稀薄，凡人飞升堪比登天。穷尽一生能修到元神出窍，便已是天纵之才了。这陆凡是怎么修炼的？靠着师傅教导，在数年间成就地仙之境。那位眼识高人的道行，究竟高到了何种地步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何停了？快给本座继续照下去！啊，菩萨息怒！这夜报水镜与天道因果相连，能照见一切生灵的前尘往事，从未出现过此等状况啊！除非什么？快说！除非那洞府之中的存在，其道行已经高深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，能将所有进入他道场之人的这段记忆，都从天道因果的长河中抹去。这是圣人才有的通天手段呐！圣人？这怎么可能？哼，荒谬！三界之中，
圣人早已不问世事，又岂会屈尊降贵去教导一个凡人？我看分明是你这夜报水镜出了问题，或者是你学艺不精，法力不济。诸位仙友，稍安勿躁，此事关乎重大，为证清白，小僧须去地府一行，请地藏王菩萨前来相助。能屏蔽天道因果，这等手段绝非寻常大罗金仙可为，我猜必是一位隐世不出的准圣大能。准圣大能，三界之中有名有姓的准圣就那么几位：镇元大仙、北冥鲲鹏、血海冥河老祖。这范围其实很小啊。封神仪以后，许多部属阐节两教的准圣都销声匿迹，莫非这位便是其中之一？陆凡那小子不会真的拜师成功了吧？如果他真的成了师傅的弟子，那这小子岂不就是自己的师弟？若真如此，那今日之事可就截然不同了。那是同门之义，手足之情，那是责任。就算是跟西方教翻脸，再闹一次天宫，也必须救下这小子。可是师父他老人家还在吗？当年我回方寸山，山上早已是人去楼空。那陆凡进去后，洞府里会有什么？莫不是某个后来占据此地的妖魔？地藏王菩萨竟然把谛听都带来了，这下好了，谛听能听三界六道一切之声，辨善恶，识真假。那洞府中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一听便知。任他有通天的禁制手段，也瞒不过谛听的神通。有劳菩萨，请神兽出手，辨此寮师承来历，究竟是正是邪？谛听，去听听此人根脚。谛听说他听不到，这不可能，连谛听都听不出来。这三界之中，何时出了这等人物？这比天机莫出因果。我只在古籍中见过对圣人手段的描述。莫不是有天地至宝屏蔽天机？师傅，一定是他老人家，只有他才有这般通天彻地、跳出三界外、不在五行中的大神通。可是，要不找陆凡问问？不行，我一开口，岂不是泄密了？诸位，谛听已尽力，此间事了，贫僧也该回地府了。此子杀业虽重，然其心未泯。若他日魂归地府，贫僧愿亲自为其诵经，渡他轮回。渡他轮回，我要他形神俱灭。既然看不见，那咱们就听听。用法力强行灌注，本座就不信这夜报水镜连一点声音都传不出来。晚辈陆凡自南瞻部洲而来，跋涉10万里，诚心叩见仙长，恳请仙长开恩，收我为徒，传我大道。你回去吧。此地300年前便已不再收徒了。是师父的声音，师父，他真的还在。仙长，晚辈知道自己资质愚钝，根骨不佳，但晚辈向道之心坚如磐石。晚辈求学一身通天彻地的本领，去斩尽世间不平事，去杀尽天下害人虫。你为复仇而来？是。以杀之杀，只会让你堕入无边业障。你心中之恨伤人伤己，你可知你所求的道乃是魔道？仙又如何？魔又如何？
晚辈只知，杀我父母者，我必杀之；包庇凶手者，我必灭其满门。这就是我的道。罢了，是缘是劫，皆是天数。今日你既能寻到此地，便是你我之间还有最后未了的因果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关门弟子。弟子陆凡拜见师尊。从今日起，贫道会传你道法，只是你要记住，将来下山，你便与我这方寸山再无干系。届时不许你对任何人提起贫道，也不许你说出此地分毫。弟子谨遵师命。关门弟子，那老神仙竟真的收下了他，而且听那话里的意思，竟是默许他学成之后去报仇雪恨呢。哼，这是哪家的道统？教人杀伐，助人复仇，这与魔道何异？对，此寮的师尊也亦非善类，应一同度化。你说你要度化谁？我辈修士逆天而行，求的是念头通的，若连血海深仇都要放弃，那还修的什么仙？问的什么道？这等护短又霸气的师尊，我怎的就没遇上？要是拜入此道门下，谁敢欺我？当年我替武还父，本以为自己就此魂飞魄散，是师尊为我重塑了莲花化身，让我去讨回公道。这世上总有些仇不能不报，有些道是必须用鲜血来进行。师父，是师父没错，师父仍和当年一样，分毫未变。只是他老人家似有些落寞，难怪这小子骨头那么硬，性子那么倔，原来根子上就和俺老孙是一家人。总算是抓住此人的错处了，这便是铁证。诸位也都听见了，此寮陆凡，其师承根本便是邪魔外道，其师尊更是一个传授杀伐之术、纵容弟子行凶作恶的妖邪。这猴子疯了吗？这杀意，他想杀了我。我说的乃是实话。陆凡师徒本就蛇鼠一窝，会严惩，定会为祸三界。小子，别动，也别出声。俺老孙问你几句话，你只需在心里想，俺便能听见。俺老孙问你，你拜师时，那老神仙可有与你说他的法号？他这是在对暗号。大圣，师尊有命，有关师门的任何事都不可向外人透露分毫。好小子，你做得对。师傅的规矩不能破。不过俺老孙不是外人，实不相瞒，俺老孙也是师傅的弟子，也就是你师兄。大圣，你是我师兄。师尊他曾提起过，他曾有过一位天赋绝伦、心性最高的师兄，学成了通天本领。我一直以为那只是师尊用来勉励我的传说，却从未想过那位师兄竟是你。好，师傅他老人家还记得俺老孙便好。师兄，你当年走后，师尊他老人家其实时常念叨你呢。哦，念叨俺老孙，师傅他都念叨些什么？您走之后，师尊遣散了其余所有的师兄弟，只留我一人。他常独自坐在洞口的松树下，看着您当年练功的那块平地，一看就是许久。师傅当年果然不是真的绝情，他也会思念俺老孙。师尊还说，他这一生最得意的便是收了你这个徒弟，可最遗憾的也是收了你这个徒弟。为何？
师尊说，那位师兄心性纯粹，悟性绝佳，72般变化，他只用了3年便融会贯通。师尊说，教导那位师兄，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光。太好了，师傅他老人家从未怪过我。但是什么？你小子快说！师尊在说完这些之后，却又叹了一口气。他说：“师兄命有一劫，外人难助，故而只能无奈放你下山。”编的效果不错嘛。师尊还说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您去受那500年的苦楚，却无能为力，这成了他一生的心魔，所以他才不再收徒。他说他怕了，他怕再教出一个像您这般精彩绝艳的徒弟，然后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历那命中注定的死劫。师尊当年竟是为此赶我下山，我竟误认师父绝情，当真不孝。师尊曾说，我的命格与师兄您当年竟有几分相似。他说这是天意，是让他再选一次的机会，所以他破例收下了我，传我道法，希望我日后莫要像那位师兄一样重蹈覆辙。师尊说，他不求我扬名立万，光耀师门，只求我此生能得一个平安。能编的都编完了，剩下的就看孙悟空的了。师弟，你做得很好，他老人家不想让你重走我的老路，俺老孙又何尝想让你再受俺老孙受过的苦？这斩仙台你上得，但这斩仙刀有俺老孙在，你绝技挨不得。师弟，你听好了，你我之间的关系绝不可以让第3人知晓。我明白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把陆凡这厮的罪名钉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阎王不必再管他从何处学来的魔功，直接放出他此后是如何为祸苍生的铁证。是，菩萨。人仙？这才过去多少年，他居然已修成人仙境界了。他那师尊当真是个有通天手段的人物吗？爹娘，是时候送那些恶人下去，给你们赔罪了。当年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，就是官府的押运车，我们都敢劫。有一次在东城那片荒地碰见一家3口，第一个，滥杀无辜，在凡间掀起杀戮，此等行径与魔头何异？菩萨此言差矣，他杀的是当年害他家破人亡的凶手，何来无辜，又何来的滥杀？冤冤相报，何时能了？他心中只有杀戮，早已被仇恨蒙蔽，坠入魔道。谁欠了他，他就找谁去要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比某些嘴上说慈悲，背地里干些阿杂勾当的要强上100倍。那你们就继续看他是如何丧心病狂，将屠刀挥向我佛门清净地的。施主，请留步。不知施主来我慈云寺是上香还是拜佛？我来杀人。施主慎言，
此乃佛门清净之地，岂容施主在此胡言乱语，惊扰我佛？拦住他！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还你仙气绕体，并非凡俗，不知因何故来我这方寸庙宇，动此嗔怒之念。把他交出来！我杀了他就走。施主，你所指之人乃我座下弟子，法号慧悟，他一心向佛，早已斩断尘缘，不知施主与他有何冤仇？哼，10年前，就是这个畜生在东城荒野一箭射杀我母，此等血海深仇，你跟我说他斩断了尘缘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慧悟既已入我佛门，便是决心忏悔前言，重塑新生。我佛慈悲，将就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又何必执着于过往，不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机会？你们佛门的慈悲，就是包庇杀人凶手吗？你所谓的清净地，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贼窝吗？冥顽不灵，此人已被仇恨蒙蔽心智。众弟子听令，结罗汉大阵，将此魔头拿下。是。哼！此人心性异魔，我等拦住他。慧悟，你快躲入佛堂。找死！是你这小杂种，当年就该连你一起杀了。下去给我爹娘赔罪吧！好。妖孽，你竟敢在佛前行凶！包庇凶徒，助纣为虐，这样的佛不拜也罢。嘿，哼，你这妖孽，行凶杀人，毁我佛寺，我佛门罗汉定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！今天若不能将陆凡以雷霆手段镇杀，那西方教的脸面就真的荡然无存了。诸位都看到了，陆凡此僚为一己私仇，屠戮我佛门弟子，此等心性早已成魔。小僧恳请玉帝降下法旨，即刻魔头就地正法，魂飞魄散，令其永世不得超生。看佛门这态度，怕是要不死不休了呀。菩萨息怒，斩仙台不能因一方之怒便妄开杀戒。以老臣之见，不如斩其仙身，投入轮回，受转世之苦。如此岂不两全？太白金星所言极是，我等附议。够了，太白星君，你的两臣之策，恕小僧不能苟同。此僚桩桩件件皆是死罪，今日小僧便亲自出手，清理门户，肃正佛威。魔头受死！大圣，
俺老孙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手！这猴子是铁了心的要保着散仙，当下禀报佛祖也来不及。放眼三界，还有谁能与这猴子掰掰手腕？哼，等等，有一个人可以。斗战胜佛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此寮罪大恶极，小僧出手清理门户。圣佛，你为何要阻拦呢？大圣息怒啊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净念菩萨也是一时情急，您这一动手，万一惹得天庭与西方两方刀兵相见，这因果谁担得起呀？大圣啊，三界自有法度，你若有异议，大可上凌霄宝殿面呈玉帝，自有公断。在此地动用神兵，已是触犯天规，还望三思啊！俺老孙做事何须向你们解释？今天谁动陆凡，谁死！大圣，此事小僧已禀明我佛如来。您真的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散仙，忤逆佛祖的法旨吗？佛祖，俺老孙被他压在五行山下500年，也没见他跟俺老孙讲过什么道理。如今俺老孙想保个人，倒要跟你讲道理了。来，净念，你倒是跟俺老孙说说，这三界的道理到底是谁说了算？悟空，不得无礼！师父，此事竟连旃檀功德佛都惊动了吗？我方才不是去请的佛祖吗？怎么来的是旃檀功德佛？不过也无妨，只要有人能压得住这猴子便好。弟子敬念，参见旃檀功德佛。悟净，起来吧。西行之路早已攻城，你亦正得罗汉金身，何须再行此大礼？今日之事，辛苦你了。弟子不辛苦，见到师父，弟子便心安了。敬念菩萨，诸位大德，贫僧有礼了。功德佛来得正好，此地有妖猴作乱，不顾佛门情面，强行干涉我教中事务，还请功德佛出手，将其规劝降服，以正视听。是非曲直，尚在两说。贫僧那方列图顽劣，惊扰了诸位，是贫僧管教不严之过。此事缘由，贫僧还需细细问过，方能论断，明扰诸位了。哎呀，旃檀功德佛大驾光临，我天庭荣幸之至。哎呀，您再不来，这斩仙台怕是要保不住喽。行军严重了，贫僧弟子在天庭种地放肆，是贫僧的不是。改日定当备上薄礼，亲上凌霄宝殿，向玉帝陛下请罪。哦，师傅，俺可乖了，啥也没干。为师来时见南天门外杀机营野，还以为是哪路妖魔来进犯天庭，却未曾想到竟是悟空你。你已成佛，为何心中还有如此大的嗔念？俺老孙不是在闹，俺是在救人。救人？为救一人而置众生于险地，这是你身为斗战胜佛悟出的佛理吗？俺老孙就是看不过眼。所以你便要用你的道理来替天庭执法，替佛门清规吗？你这根棒子是要把这斩仙台连同天庭的法度、佛门的戒律一同打碎吗？师父所言有理，可我不能退，不然身后的师弟该当如何？敬念菩萨，贫僧这徒儿顽劣之性未改，惊扰了菩萨，贫僧在此代他向你赔罪了。功德佛言重了，弟子不敢当。哼，这唐三藏
一上来先是压制了孙悟空，接着又向自己赔罪，姿态放得极低，滴水不漏。这倒让我准备好的话没法说了。悟空之过，稍后再论。贫僧此来是为法，亦是为人情。此事的前因后果，贫僧已知晓了大概。净念菩萨，贫僧只问一句：慈云寺包庇凶徒10年，以佛门清净地为杀人魔头提供庇护，此事可是事实？此事我绝不能认，不然岂不成了3界的笑柄？确有此事，然事出有因，法云禅师只是错信了那凶徒，而陆凡魔性深知，手刃仇敌后，迁怒于整座寺院，将那数百无辜僧侣尽数屠戮。功德佛，难道在您眼中，法云禅师的不察其罪，竟重于陆凡屠戮数百人的滔天恶行吗？这恐怕并非我佛法之真意吧。好一个偷梁换柱，避重就轻！净念菩萨这撒泼打滚的功夫，真令人钦佩。不过菩萨所言倒有几分道理，屠戮数百人的罪孽，确实显得更为深重。若那凶徒真心悔过，法云当做之事是将其送交官府，再以佛法导其向善。可他做了什么？他将他藏于寺中，享受供奉，这不是度化，这是纵容。如此剃度披发，不过是换了一身皮囊的恶鬼，何来心生可言？功德佛此言不错。菩萨只见放下屠刀，可曾见到陆凡父母的冤魂？菩萨言那数百僧侣无辜，可当那凶徒在寺中安享10年太平之时，他们可有一人站出来？他们当真无辜吗？若此慈悲须以另一人之冤屈为代价，那便不是慈悲，是偏袒，是伪善，是为佛法之垢，3界之度。启禀玉帝，陆凡触犯天规，其罪当罚，然其本性未泯，不应形神俱灭。贫僧恳请陛下天恩，留其真灵投入6道轮回，以消今生罪业。慈云寺主持法云，包庇凶徒，实为此案祸首，与凶徒同罪，亦当打入九幽之地。至于慈云寺众僧，当尽数逐出佛门，轮回百世，体味人间疾苦，如此方为公道。不愧是旃檀功德佛，这番处置，这才是真正的公允。旃檀功德佛所言，乃是持中之论，老臣复议。雷部众将复议。打入轮回绝对不行！陆凡是俺老孙仅剩的小师弟，若是连小师弟都保不住，俺老孙哪有颜面再见师傅？可若是此刻再阻拦，无异于当众打师傅唐三藏的脸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我当日在佛祖面前夸下海口，保证要将此寮擒拿，彰显佛门威严，却不曾想竟如此困难。难道今日就只能忍了吗？猴子，多年不见，你这猴性倒是越发癫狂了。杨戬平日不问世事，怎会来斩仙台？哼哼，杨戬总算是来了。杨戬身为执法天神，最是刚正无恶，有他在，今天你陆凡死也得死，不死也得死。一个泼猴就够了，现在又来了个二郎显圣真君，今天这事儿大了呀！正愁没有掀桌子的理由，你杨戬就送上门来，那可就别怪俺老孙不讲情面了。杨戬，我说你一个看门小圣，不在你的灌江口待着，
跑到俺老孙面前来狂吠什么？还以为是哪个部长演的，敢在我天庭驻地放肆，原来是你这猴子！本君前来执法，速速束手就擒，否则休怪本君枪下无情。大圣，真君息怒，息怒！当年你我二人斗了300回合不分胜负，今日正好也让这满天神佛看看，到底是你这3眼怪厉害，还是俺老孙的棒子更硬？师兄，冷静，师傅还在这儿呢。来得好！痛快，痛快！哦，你就只有这点蛮力了吗？你这猴子，还是如此无赖！星君，不能让他们再打下去了，再打下去，这南天门都要被他们拆了呀！天王说的轻巧，谁敢上去劝？谁又能劝得住？要不你去？怎么二郎神突然来了？这家伙不是听调不听宣吗？平时玉帝都指挥不动他，怎么今天这么积极？弼马温，看我如何撕了你！小的们，杀！可恶的泼猴！杨戬，你这第3只眼倒是比之前厉害了些。泼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挨打可不是俺老孙的风格，法天象地。啊？什么？哼！你以为只有你会法天象地吗？哎！天王啊，快想想办法！再打下去，天都要塌了！我倒是想管，可我拿什么管啊？我的7宝玲珑塔碰上这2个煞星，怕是一棒子就给砸成铁饼。够了！3只眼，你这厮的刀法还是跟娘们绣花针一样软绵绵的。泼猴，休逞口舌之力！看我今日把你这身猴皮剥下来，做成阵袍！悟空，知道了，师傅，真啰嗦。臣等参见陛下。敬念参见大天尊。都平身吧。净念菩萨刚才的决议，朕看有些草率。难道此事还有转机？陆凡一案牵扯甚广，朕以为此事不宜仓促定论，不如由大家一同重新商议，再做定夺，如此方能让3界众生心服口服。净念菩萨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陛下圣明，此等处置公允之至，弟子佛门上下无不拜服，全凭殿下做主。孙悟空，你可有异议？
再闹下去，连师傅都压不住。能把小师弟的命从斩仙台上拖下来，慢慢谈，就是胜利。俺老孙没意见，全听玉帝老儿，全听陛下安排。既如此，大家就在议吧。这猴子傲慢自负，怎会为了一个散修做到如此地步？这背后一定有他不知道的缘由。这只猴子心里有鬼。悟空不久前明明是想保此子轮回之路，怎么如今却变了？这其中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变故？诸位，陛下已有旨意，此事需重新商议。不知各位仙家、佛爷有何高见啊？有什么好议的？慈云寺僧众以同犯论处，陆凡滥杀无辜，投入畜生道3世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干净利落。贫僧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天庭有至宝3生镜，可照见生灵过去轮回之轨迹。可否请陛下恩准，借用此镜一照陆凡之过往？3生镜，那可是能回溯时光，照见生灵前尘往事的先天灵宝。净念菩萨这是还想看陆凡的前世？哼，贫僧此请是为了公道。若3生镜照出，他生生世世皆为良善之辈，他便是因善生恶，其情可悯。我净念愿回灵山，在佛前领罪。但若是此镜照出，他过往轮回本就是奸恶之徒，以贫僧之见，便不必再费周章，直接将其魂魄打散，彻底湮灭于天地之间，以绝后患。好似也并无不妥。将一个人前世今生尽数翻出，菩萨手段当真狠辣呀！诸位可有异议？贫僧没有异议。本君也没有异议。有净念之厮作祟，陆凡怕是没那么容易下斩仙台。万一陆凡这小子前世……小子，你已成人仙，自当明悟前尘往事，有没有问题？你给俺老孙一句准话。你若真是个好人，俺老孙今天就是把这天捅破，也保你周全。你若真有问题，现在说了，俺老孙也好想别的辙。师兄放心。是了，师傅他老人家的眼光怎么会错？能被他收入门墙的，又怎么可能是那等奸恶之辈？我真是急昏了头。查，给俺老孙仔仔细细的查，若是查不出东西，诸位都无意见，恳请大天尊恩准，动用3生镜，以昭公允。准。哼，陆凡，今日我就为你设下必死之局，看谁能保你。若要一世一世的查看陆凡的轮回，不知要耗费多少光阴，不如直截了当一些，就查其是否有过对上天神佛心生不敬，口出怨言，查其生生世世是否有触犯天条、违逆仙法之行。哼！这不是查验，这是构陷。谁能保证自己在最困苦潦倒之时，没有抬头骂过一句老天不公？就是在场的仙官用这种方式去查，又有几人敢说自己是绝对清白的？景烈，即便你给我设局又如何？你怕是不知道我这系统有多好用。哼！我编造了一段与孙悟空的过往，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既然你还想看我轮回，那我就让你试试我系统的厉害。清源妙道真君杨戬看似冰冷，实则重情重义。若能得到他的支持，系统开始编辑人生履历。陛下已准，那便开始吧。奉玉皇大天尊旨意，启3生镜，
查验陆凡生生世世可有过对上天神佛不敬之举，可有过触犯天条仙法之行。这是何人？莫非这三生竟出错了，没看见陆凡在前世杀人放火，或是对天不敬的场景啊？不可能，此乃先天灵宝，洞察三世，从无差错。虽不是陆凡，但此人一定跟陆凡某一世有极深的联系。啊，谁啊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等乃天水寺僧人，奉法旨追捕一条作恶多端的蛇妖。敢问施主，近日可曾见过一条通体雪白的妖蛇？不曾见过什么妖蛇。哦，施主可要想清楚了。我确实未曾见过。哼，愚昧，可笑！为一妖物对佛门撒谎，此乃一罪；包庇蛇妖，此乃二罪。是非不明，此人根性已是邪魔外道。哼，经念菩萨未免太过急切。此人与陆凡是何关系尚未明了，他便急着给画面中的书生定下罪名，这般做派失了佛门大能应有的气度。施主好自为之。也不知救了你是对还是错。公子，你是谁？公子莫怕，小女子我便是你救下的那条白蛇，小女子白瑶，在此谢过公子救命之恩。这莫不是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？镜中之人并非我夫君许仙，那蛇妖也并非是我。既然不是《白蛇传》，那这又是哪一出？妖就是妖，人妖殊途，私情更是天道不容。我看你能演出什么花样来？是陆凡的气息，这书生和白蛇是陆凡的父母。诸位请看，人妖相恋，违背天伦，其诞下之子是天地不容的孽障。请陛下下旨，请司法天神行刑，将其彻底诛灭，以正天罡。哎，菩萨此言不妥，这孩子刚刚降生，是善是恶还未可知，单凭出身定其死罪，是否过于武断？不错，若因父母之过而被株连，天庭的法度何时变得如此不讲道理了？我听说佛门之中亦有不少大能的坐骑，本是大妖出身，怎么到了此人身上就成了必死的理由？好，那便继续看下去。贫僧倒要看看一个妖物养大的孩子能教出什么好东西来。这孩子就叫陆凡吧。
哦，吃吧。哦，妖孽，10年了，今日看你还往哪里逃！大师，我妻子虽是妖，但却从未害过一人。她乐善好施，与我一同教化相邻，何罪之有？求大师开恩啊！此妖乱了纲常，当诛！你这凡人被妖物蒙蔽，执迷不悟，亦当受罚。快走！相公，照顾好凡儿。娘，娘，为祸人间的妖孽也被我镇于此山之下，囚其100年，日夜承受天火焚心之苦，以赎其罪。诸位看到了吗？因为这段经历，他恨佛门，恨天道，这股恨意跟随着他的轮回，从未消散。放你娘的屁！镜子里还没演完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他后来干了什么？你这秃驴，嘴巴比那茅坑里的石头还臭！你这泼猴！母亲是神女，爱上凡人，触犯天条，被镇压在高山之下。儿子为了救母，踏上寻道之路，这……爹娘，我一定会帮你们报仇，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僧人付出代价。你尘缘未了，杀心太重，非我道门中人。你身上沾染妖气，根骨不纯，难成大道。回去吧，仙道渺茫，非是尔等凡人可以窥探。哎，这陆凡倒也是个痴人，怎么每一世都是这般光景？哎，可不是嘛，生生世世都是为了给爹娘报仇，跑去求仙，这仙缘还真是奇特啊！娘！先天灵宝，仙官之中拥有后天灵宝的都寥寥无几，更别提先天灵宝了。这小子的气运也太好了。娘，我今天就劈开这山，救你出来！等会儿，他这是要劈山救母？妖孽，你还敢回来？你这孽障堕入魔道，手持凶器，是想来此行凶吗？我只问一遍，放不放人？放肆！你这孽障竟敢口出狂言，要我等释放妖母，痴心妄想！
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将你这妖孽与那妖母一同打入九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天道，你们的道也配称天？给我破！今日我便用你们的血来祭我母亲的自由！孽种，竟敢负隅顽抗！今日便让你见识真正的佛法无边！大威铁龙，师尊必在，若惹诸佛，可惹蛤蟆空！妖孽之子，终究是妖孽。佛法之下，岂容你放肆？诸位都看到了，此寮心性残暴，为救妖母，不惜屠戮佛门僧众，请陛下下旨，让其魂飞魄散，以儆效尤。唉，我只看见了一个孩子，为了救自己的母亲，用尽了所有力气，最终悲惨倒下。唉，换作是你我的母亲被镇压，又当如何呀？就是，人家亲妈都被压在山下了，救亲妈你挡着，不杀你杀谁？哎，陆凡居然没死！话说当年，玉帝亲妹云华仙子瑶姬思凡下界，爱上了一个姓杨的凡人书生，还生下了儿女。玉帝震怒，将这云华仙子压在了桃山之下。后来那杨二郎练就一身本事，力劈桃山，救出了自己的母亲。哼，要我说呀，这事儿就怪那云华仙子自己，好好的神仙不做，非要跑到凡间来吃苦，这不是有病吗？就是，放着长生不老的日子不过，去跟一个穷书生在一起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啊！还连累的儿女跟着一起受苦，这叫什么呀？自私糊涂啊！所以说呀，这神仙的故事听听就得了，当不得真。哪有这么蠢的神仙啊？哼，一帮阿杂蠢猪，也就只会在背后随便用污言秽语议论别人。小子，你谁啊？我们说话关你屁事啊！我只是觉得，一群连脊梁骨都直不起来的奴才，在揣测凤凰为何要飞出金丝笼，有些可笑。你说什么？你骂谁是奴才？一群跪久了，就以为所有站着的人都有罪的蠢物。她贵为神女，却愿意舍弃一切，投身红尘，只为一份真心，这叫勇气。你们懦弱，骨子里刻满了卑躬屈膝。你们只是嫉妒她，有你们没有的勇气。你们也配谈论她？放屁！一个女人为了自己快活，连累家人，就是自私自利。我看你是活腻了，老子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！跟他拼了！故事很好，只是说错了。他不是糊涂，也不是自私，他只是比你们所有人都勇敢。看到了吧？此寮心中只有杀戮，此等魔头不知何谓。恳请陛下圣裁，此寮根性已坏，再入轮回只会为祸苍生，理应立即行刑，让其魂飞魄散。我难道说错了吗？真君，贫僧绝无他意，贫僧只是愤慨此寮乱杀无辜，视人命如草芥，绝非是对云华仙子有任何不敬。陆凡此举与真君您简直是云泥之别，
真君您当年处理沉香救母一事，那才是深明大义。陆凡与真君您相比，简直是不值一提。敬念菩萨所言极是，真君当年确实是用心良苦啊。是啊，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沉香劈山，但真君此举已经向三界证明了天庭的态度，维护了天规的颜面，功不可没。哼，你这蝼蚁般的人仙，死到临头，究竟在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我笑他们不懂，也笑菩萨不懂。哼，他们不懂真君，他们以为当年您出手阻拦令生是为了大公无私，这等言语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谄媚之词。他们这是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早知道就让顺风耳过来听听。这孽障绝对没说什么好话。是您将沉香培养成了敢于反抗天庭的天神，不然沉香就算拿到了神符，他连南天门都打不进来。这其中的深意与苦楚，他们不懂，所以我笑他们。这三只眼藏得够深的呀！三只眼，俺老孙就说你这家伙心里弯弯绕绕最多。真君神情更冷了，可看着也不像是要开打的样子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妖孽，还敢来！诸位都看到了，此寮如此偏执，最终自取灭亡，必须严惩。若为了一个陆凡得罪两个大神，那就太不值当了。不过陆凡此事虽有罪孽，却事出有因。不若再查验他其他前世，综合评判，方为公允。菩萨所言极是，我天庭向来以德服人，不可草率定罪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三只眼，说真的，你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看这小子挺是演的。他有骨气，我欣赏，但这与你何干？你这猴子上蹿下跳，究竟想做什么？俺老孙看他也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，让他魂飞魄散太可惜。你看，能不能想个法子救下他？按之前的意思，保下他的真灵，送入轮回，这已是法外开恩了。哦，你这猴子，你想让他免罪？不可能，此事玉帝亲临，需顾及佛门颜面。今日他必死。但至于怎么死，是神魂俱灭，还是保留真灵投入轮回，这才是可以讨论的。三生境明察秋毫，还请再为我等显现，此人轮回之中，可还有对上天神佛不敬、触犯天条仙法之举？这不可能！陆凡这一世，怎么会是这个人？此人是当年侍奉陛下的金童转世。那岂不是说？哦，这人谁呀？长得跟三只眼有点像，他兄弟？
猴子，小声点，那不是他兄弟，那是金童转世，名叫杨天佑，是他爹。传地府秦广王。小王参见贤上真君，不知真君召唤有何法旨？查此人30轮回，追本溯源，再查我父杨天佑转世之后所有轮回名录。遵真君法旨。元真君，陆凡真灵源自上古一缕浩然正气，与金童转世并无任何交集。杨天佑公真灵回归天道，并未再入轮回。哦，是了，和之前那一世的情况是一样的。三圣境显现的并非他本人，而是与其有重大关联之人。没错，就像之前那个书生与白蛇，这一世想必是他与杨天佑公有所牵连。哼，继续。三只眼儿，既然这小子的前世跟你爹扯上了关系，那你以前是不是见过他啊？没见过。俺老孙不信。当年爹身边除了母亲，便再无与修行界有任何瓜葛之人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此人突然给我一种熟悉之感？难道我真的忘了什么？你这箫吹的倒是不错，就是曲子太冷清了些，是有什么烦心事？喂，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吹这么伤感的曲子？春天这么美，你应该吹些高兴的曲子才对。学生杨天佑见过姑娘，方才失礼，还望恕罪。不知姑娘是？我叫瑶姬，你这箫不错，能借我看看吗？你一定是天上的仙女。天上的月亮清冷得很，远不如人间的月色有人间烟火气陪着来得温暖。瑶姬，你很不喜欢天上？天上太冷清了，10000年和1天没什么分别，神仙们守着规矩，连笑一声都要思量再三，太没意思了。瑶姬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猜了这么久，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吧？我若说我是天上的仙女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从见你的第一面起，我便知你不是凡尘中人，只是我不敢相信此等仙缘会降临在我一介凡夫俗子身上。我的确是神仙，在土地还是一片洪荒的时候，我便已存在。世人大多只知道我是天地之妹，巫山神女。啊，巫山神女？对，当年人间洪水滔天，我协助大禹治水，看见了凡人的众志成城，看见了他们的坚韧与热烈。我想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一次，然后遇见了你。天规无情，若被发现，我会被押回天庭，永世囚禁，而你亦会遭受天谴，魂飞魄散。你可愿娶我？我愿意。杨天佑此生能得仙子垂青，死而无憾。纵有天谴，我与你共担。你若施法，便会暴露。我若不施法降雨，将生灵涂炭。天佑，护佑苍生是我的使命。杨娇、杨戬、杨禅，
你们3个小捣蛋鬼，还不快过来吃饭？来了。娘，云华仙子瑶姬入私下凡间，与凡人通婚，诞下孽种。玉帝有旨，命我等将你擒回天庭，镇于桃山之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罪在我一人，与我夫君孩儿无关，求天降开恩，放过他们。天条面前岂有私情？此3子人神混血，为天道所不容，亦当抹杀。妖姬，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杀我妻儿！哼，蝼蚁！天佑，爹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不，昭儿！解阵！简儿、婵儿，去西园华山找一个叫赤精子的仙长，快走！娘！真君，往事已矣，还请节哀。云华仙子当年虽受镇压之苦，但其护子之心感天动地。真君与3圣母能够平安长大，仙子也当欣慰了。是啊，无归无情，神将只是奉命行事。悲剧既已筑成，追悔无益呀。真君如今威震3界，护佑苍生，亦是高位令尊的最好方式。恭迎陛下！恭迎陛下！你还在恨我？恨陛下是3界之主，言出法随。我一个臣子，岂敢心存怨恨？在我面前，不必如此。妖姬再怎么说，也是我的妹妹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你亲手下令将她镇压。在我是他的兄长之前，我首先是天规的守护者。若我因私情而枉法，3界秩序何存？我曾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选择了那条路，拥抱温情。这有何错？错在他是神，神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，要舍弃凡人的7情6欲，这是天道，不可违背。二郎，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已经历过沉香之事，难道还不能理解我吗？我理解你的位置，但我永远无法原谅你的选择。放心，我还不至于为这点事就在斩仙台上大动干戈。唉，景念，本君问你，镜中往事与此人何干？对啊，这是真君家里的事，跟陆凡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难道真是杨天佑？不对，秦广王刚才查过，杨天佑宫元神归于天道，并未转世啊。可是镜中就这么几个人，还能是谁？哎，等等，这个陆凡不会是杨戬的亲哥哥杨娇的转世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但这镜中确实也无其他人了呀。秦广王，立刻给本君查！禀真君，陆凡的确是真君的兄长杨娇转世。好重，重才好。父亲说，男儿立誓，手中总要握住点什么，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。那大哥要保护谁？保护父亲，保护母亲，保护你，保护小婵。
小蝉不哭，哥哥吹，不疼不疼。大哥不怕吗？不怕，有大哥在，天塌下来也先砸在我身上，你们什么都不用怕。真君，此事有误会，有天大的误会。闻听贫僧一言，历经轮回，就连真灵的本质都早已面目全非。如今这个陆凡，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杨娇了呀。无论此人前世是谁，此刻的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堕入魔道的罪囚。今日我等是为了审判他的罪。您是司法天神，掌管天条刑法，今日之事关乎天规威严、佛门情义，切莫因一己之私而废天下之公啊！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天规威严，佛门情义，天下之公。但你可知，在本君这里，何为天下之公？杨戬居然要在斩仙台上杀我，他疯了吗？真君且慢，贫僧愿代表佛门退让一步，只需斩其肉身，送其真灵入轮回便可。本君说过，谁也动不了他。不好，他要接球！杨戬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庆念，你这是要与本君为敌吗？阿弥陀佛，真君息怒。敬念师弟只是一时情急，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此疗罪大恶极。若真君执意要保，我佛门也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三只眼儿，你这家伙总算干了件让俺老孙看得顺眼的事儿，俺老孙早就手痒了。你们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算俺老孙一个！今日谁敢动这小子一根汗毛，先问问俺老孙的棒子答不答应？吃俺老孙一棒！接金刚伏魔阵。这就是杨戬的真正实力吗？拦住他，不能让他带走罪囚！我们颜面在此一举。阿弥陀佛，今日说不定要得罪真君了。杨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哼，杨戬，今日看你如何带走陆凡！敢在俺老孙面前玩这种障眼法！原来是你这老和尚使的阴损招数，看打！哎！
我不管你这猴头是何居心，但你出手是为了陆凡，冲着这一点，算我杨戬承你一份情。陆凡这小子很对俺老孙的胃口，俺老孙想帮他一把，就这么简单，跟你这3只眼儿可没什么关系，也不要自作多情了。快拦住他！诸位仙家，此乃天庭重地，杨戬他目无天规，公然劫囚，袭杀上仙，尔等同为天庭之臣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快助我拦下这狂徒！今日的云，当真是千变万化，气象万千呐！是极是极，你看那一片，多像王母娘娘瑶池里的锦鲤啊！哎呦，这云长得可真像云呐！哎呀，功德佛，救我！此寮猖狂，欲断我佛门根基，您怎能坐视不管？我今日本就是为了悟空的请求而来，是你自己贪心不足。这不比看戏过瘾多了？刚擒住了几个妖，又降住了几个魔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？小师弟，今天这场面闹得太大了，要想当着这些人的面把你从斩仙台上劫走，着实有些麻烦，一个不慎反而会让你陷入险境。那我们等会儿俺老孙会和杨戬再闹得凶一些，到时天庭大乱，你则要趁乱从斩仙台的北面跳下去。北面？可北面有那撕裂神魂的九天罡风啊！哎，别怕，俺老孙会用神通护住你。下去之后，你去北距泸州地界潜心修行，师兄我会想办法为你了结这段因果。师兄，大恩不言谢。一家人说这些就见外了啊！准备好敲俺老孙的，嘿嘿，再吃俺老孙一棒！打得好！三太子留步！燃灯佛祖，三太子，贫僧有一事相求。佛祖请讲。斗战胜佛与清源真君杀性已起，若再放任下去，恐会酿成大祸。还请三太子出手，拦下他们二人。我？佛祖，您让我去拦他们两个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即便是对上他们中的一人，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。无妨，贫僧自会助你。悟空，二哥，住手！哪吒，你做什么？莫非你也想替这群秃驴出头？让开！我也不想来啊，我是被逼的。啊！燃灯古佛是过去佛祖，佛祖何时降临的？拜见燃灯佛祖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闹够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救小师弟的计划怕是要被打乱了。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，此人手段狠辣，今日之事怕是不能善了了。老佛祖，您老人家不在灵山享清福，跑到这斩仙台来，是想做什么？大胆！你居然敢这么跟佛祖说话！悟空，你已成佛，心性却还如当年一般顽劣，戾气不除，与你修行无异。俺老孙的修行不劳佛祖费心，俺只知道陆凡这小子为父母报仇，天经地义。俺要是不管，那才是有违本心。燃灯佛祖，我杨戬只为清算一笔私怨，佛祖来这斩仙台上插手我玄门之事，管得未免太宽了些。此子身上牵扯一段滔天因果，此因果若不善了，恐为三界大劫之源呢。等等！
佛祖若要在此动手，那就别怪俺老孙的金箍棒不认人了。悟空，你且看这灯火。老佛祖，这景象俺老孙早就见过了。陆凡父母被杀，他修法复仇，合情合理。此子心中有不灭的魔念与戾气，他日他神通大成，佛门中人都将是他剑下亡魂。昊天业力，你二人担得起吗？贫僧今日来此，只为三戒，除此魔缘。你二人若执意要保他，此后果你们可想清楚了。佛祖不愧是佛祖，仅一番话，这道理便全让你占了。哼，我等义愤填膺之举，到了佛祖的口中，竟成了包庇。这魔头在笑什么？死到临头了，还要引人注意。佛祖说得好，说我心中有魔念，有戾气，将来必成三界大祸。可佛祖，您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开始的？我父母被强盗所杀，我上门报血仇，灭了慈云寺满门，此事我认。但我本打算了却残生，这桩因果到此本该了结，是你们纠缠不休，还不是因为你这魔头杀孽深重？谁要杀我，我便杀谁。我仇视的只是那些想要我命的人，只是他们恰好都穿着一身僧袍，念着佛号而已。这小子胆儿也太肥了，当着燃灯佛祖的面都敢这么说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他居然还敢威胁佛祖！唉，多年前大圣被绑在这里，不也是如此不屈吗？唉，真君当年劈山救母，也是如此对抗天庭的旨意。他们这份骨子里拧着不弯的劲儿，还真是一模一样。好一张利口！也罢，经念，你上前来。佛祖，经念，你可知罪？佛祖，我经念，你心生嗔念，致使佛门蒙羞，此为一过；你见识不明，处置不当，此为二过；身为菩萨，却无容人之量，此为三过。贫僧言尽于此，你自行到世尊座前领受法旨吧。弟子知罪。好个自行领法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谁知道去了灵山是罚是赏？说不定今日之事在灵山还是桩护教有功的大功劳呢。此事因你而起，也当因你而终。你屠戮佛门僧众，罪孽深重，本该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然我佛慈悲，贫僧看你尚有可度之机，但你心中仇恨若不化解，终将堕入无边魔道。贫僧可以给你一条生路啊！佛祖慈悲呀，这小子杀了那么多人，竟然还能有活路。你若愿意，便皈依我佛，在八宝功德池中洗去一身罪孽，于大雷音寺听诵真经3000年，化解心中戾气。届时你可自行去留。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呐！还不快快叩谢佛恩！皈依，佛祖说的好听。我若真去了灵山，听了3000年经，出来的那个还会是我陆凡吗？没了仇恨，我与死了何异？你给的生路我不需要，笑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小子是疯了吗？佛祖给了你天大的活命机会，你竟然还敢当面顶撞！大圣都懂得收敛锋芒，随唐僧西天取经，换一个正果，他竟……痴儿！悟空，旁人不知你为何非要保他，贫僧却知道。
俺老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俺看这小子顺眼，想保便保了，哪有什么缘由？是吗？贫僧纵观过去未来，其轨迹皆清晰可辨。世人只知你漂洋过海拜师学艺，却不知你所拜之师其道统承自何方。贫僧见你二人气机相连，道运同根，这份牵绊非是今日结下，而是源自同一处。你护着他，并非全因他性情对你胃口，而是因为你二人本是同门。什么？同门？哦，佛祖说的，俺老孙听不懂。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，你曾拜那人为师，悟空，我说的对吗？斜月三星洞，怎么似乎在哪里听过？等等，那不就是陆凡拜师的那位圣人所在之地吗？难怪孙悟空要死命保他。说起来，那位与我佛门也大有渊源。你二人从一开始便是我佛门中人，所以你们本就是我佛门中人。随贫僧去灵山，并非惩戒，而是点化，是你命中注定的归宿。哼，你这老和尚还真是为老不尊。师尊讲的是三教合一，万法归宗，为的就是让我们明无本心，怎的到你口中就成了佛门中人？你既不要生路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这个人你动不得。参见太上道祖。参见太上道祖。参见太上道祖。太上老君一向无问世事，如今怎会亲自前来？贫僧不知老君所言何意，此人罪孽深重，理当堕入轮回，为何动他不得？此人乃我一位故人弟子，岂能在我面前受人污蔑，不明不白的入轮回？故人？老君可是三清之一的圣人，老君的故人岂不也是？据贫僧所知，老君与方寸山那位似乎并无干系。我说的是哪位了？我说的是通天师弟。通天教主？这怎么可能？圣人早已不在世间行走，陆凡怎会是通天教主的徒弟？老君此言怕不是在诓贫僧。通天教主早已不行走世间，况且我怎么不知邪教有这么一位弟子？自不是陆凡这一事的事，不必多问。陆凡一事我已知晓来龙去脉，他虽造下杀孽，却非他之过，而是恶人逼迫。这斩仙台他还上不得。都说了是野史，你这个老东西知道了那还了得？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不然怕还压不住你。弟子参见老君。老君，此人屠戮我佛门弟子，如此轻描淡写的放过，是否太不将我佛门放在眼里了？自不会如此轻描淡写。陆凡蒙受冤屈，平白受此一劫，你佛门若不给个说法，此事怕是说不过去。老君这是何意？你问我何意？若无悟空与杨戬相助，陆凡已神魂俱灭。此事你佛门难道想轻易接过？陆凡，你此番之劫皆由净念所起，如何处置他是生是死，由你来定。佛祖救我！此僚恨我入骨，定会借机报复。陆凡，此事贫僧向你赔罪，我愿回灵山闭关1000年，修身养性。闭关？哼！你身为菩萨，却毫无慈悲。今日我便遂你今生打入凡尘，让你这高高在上的菩萨亲自去尝尝人间疾苦的滋味。等你明白了何为苦，再来与我谈论何为佛。
不！嘿嘿，好小子，大劫已过，别的先别管，先来与俺老僧喝上300杯，来个一醉方休。好，一醉方休。